我们做面食啊，核心就是发面。我们以500克中筋面粉为例，标准的比例，快速记忆的口诀就是500克面粉加250克水加3到5克的酵母加上1勺糖。一些注意事项还是要说的，水温在30到35度温水化开酵母，用热水的话会把酵母烫死，这面是发不起来的。有很多的家庭妹子或者主妇，但是他们用了开水，所以说他们把这个面发不起来，这个酵母都被烫死了。和面的顺序是先放酵母，糖溶于温水，静置5分钟后倒入面粉中搅拌。我们需要边加水边搅拌，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倒进去，咱不是冲奶粉，一点点加水，待全部成为大面絮状后，我们进行揉制。第一次揉制的时候不光滑没有关系，咱们醒发10分钟后再去揉，把它揉到表面光滑后醒制1个小时，隔20分钟过来看一次发的怎么样。如果它变成了2倍大，证明着就已经发好了。根据温度湿度的原因，时间有可能会增长或者是减少，它最好的温度最适应的温度就是30至35度左右。当你拉扯面的时候出现封网状，证明的是它已经完全发制成熟。我们接下来去切一些包子的馅料。我们在家做的牛肉大葱馅的包子或者是饺子，为什么没有外面卖的好吃呢？除去他们用了科技与狠活外，它放的是2种葱，第一个是大葱，提升它的香气；第二个是小葱，提升它的口感。用葱做馅料的时候要把它分开放，2个葱放在一起，放在碗中备用。我们腌制牛肉馅料的时候，放蚝油、老抽、生抽、一点胡椒粉，充分的搅拌均匀后打入生粉水，每100克的水放入淀粉2克，就是淀粉水，分次加入馅料中。当馅料呈泥状时，证明着水分加的刚刚好。大家都看到这里了，证明着都是一些铁粉。我把我的经验教给大家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五香粉或者花椒粉，可充分的激发出牛肉的香味儿。咱们买回来的肉馅啊，无论是猪肉牛肉，一定要用水给它洗一遍冲一遍之后，用漏勺过滤一下，因为它的血是非常的腥的，吃的时候很不舒服很不香。要把80%的血水全部泡出去之后，这碗肉才会香。我们倒入适量的油，把它的水分锁住，放入冰箱冷藏10分钟即可。我们打好一层不面，把发好的面排气，揉成长长的条。我们开始揪剂子，把所有的剂子揪的大小均匀，按平后摆成一排。速度慢的要给它盖上一层东西，不然面剂子该风干了。接下来馅料中放入大葱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我们包包子的皮要中间厚两边薄，不然它蒸的时候会塌底。我小的时候听相声说，就是包子要有18个褶才是好包子，但是我每次整的时候只能整12个褶，所以说兄弟们，你们努力做好18个褶的时候，请给我看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按照我的方法把所有的馅料全部包成包子。这里我们加速一下，包好包子，为了它的蓬松度，因为它现在也是一个发酵的状态，当包子皮的内部出现蜂窝状时，这样使包子会非常的软，需2次醒发10分钟左右。好了，现在我们马上来做水煎包。先把锅烧热，一定要用不粘锅。如果你用铁锅的话，我还怕新手搞不明白它的不粘的原理，会浪费食材，所以说我们选择不粘锅来做这道水煎包。先把锅烧热，我们放入油，待油温升高后放入包子，把底面煎至金黄色后
倒入我们兑好的生粉也就是淀粉水。淀粉水的比例我会打在公屏上。底部微微发黄后，倒入淀粉水，淀粉水没过包子1/2处就可以了。我们盖上透明的锅盖，以便观察里面的情况。发现锅中完全没有了水，水分完全蒸发后，锅中淀粉焦化成金黄色后出锅即可。蒸包子是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水开后放入笼屉蒸15分钟，开盖计时。我们接下来做饺子。饺子皮要求筋道耐煮，不易破，所以水的比例要比发面的要低一点。500克的面粉需要加水230到250克，加3克的盐，可以使面更加的筋道，增加面的韧性。饺子皮不容易煮破，分次的加水，把面搅拌至面絮状，揉成光滑的团。第一次揉不光滑没有关系，我们醒10分钟左右再来揉至光滑。我们来做个3鲜馅儿。3鲜馅儿哪3鲜？韭菜、鸡蛋外加虾仁。我们切韭菜的时候尽量把它切断，不要让它连刀，这样包的时候会很方便。切虾仁的时候要想到你要包多少个饺子，争取每一个饺子里都有1块或2块虾仁，当然条件好的你可以放整只虾。我们顺手把鸡蛋打散。这里教大家一个小诀窍如何把鸡蛋炒碎。锅中放入稍微多一点的油，我们把鸡蛋放入后快速的搅拌，待全部成熟后，它就是很碎很碎的鸡蛋碎。油放多一点没有关系，我们做饺子馅的时候就不放油了，放在一边等待彻底凉透。你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想学这个饺子的人，我教你们蔬菜怎么不出水。无论你们拌什么蔬菜的馅类，先放盐，被热到都会出水。所以说我们先把凉透的鸡蛋放在韭菜上，让所有的韭菜都沾上油，搅拌后，当你下入盐调料之类的东西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出水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放入调料。3鲜馅只放盐、味精、13香这3种调料。我们把面揉成长长的条，准备揪剂子。我们蒸饺与煎饺剂子要大一点，水饺呢剂子要小一点。我们摁完的剂子呢要把它放在一边。如果你手速慢的话，要盖上点东西，保持它的水分，防止它干裂。我们擀皮的时候，蒸饺、煎饺要中间厚一点，水饺就无所谓了。装好馅料后，我们把面皮对折，左右手虎口各夹住饺皮，左右手食指顶在前方饺皮末端，2个大拇指用力按压，像我这种方式包出肚子非常大的饺子，皮儿薄馅儿大，就是这么来的。第二种煎饺的包法，把煎饺对折后捏住中间，两边依次向中间折至成元宝形状。蒸饺折叠的方式就是从头捏到尾，把它封好口就可以了。把蒸饺放入蒸屉中备用。水开后放入蒸笼，盖好盖子，15分钟，又是一道开盖即食的美食。煎饺的套路跟水煎包是一样的，我们等油烧热后下入饺子，等待饺子皮煎至金黄后倒入水淀粉，没过饺子1/2处，盖上锅盖，等待锅中没有水汽后开盖，淀粉颜色金黄后出锅即可。水开后下入水饺，慢慢的搅动，使其个个分明，不要粘连。煮水饺的注意事项就是祈祷自己捏得够紧，不要露馅，不然就吃成片汤了。当第一次沸腾后，下入凉水，防止它沸腾破坏饺子皮。待第二次沸腾后，
如果是肉馅的话，我们还需要加一次水。素馅的话，我们现在可以捞出来吃就可以了。当吃这个三鲜馅的水饺的时候，不建议用蒜酱来吃，放一点老陈醋，味道也是挠挠的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有想吃的或想要学的某样菜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记得订阅、评论、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